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把洋葱和红枣搭配在一起，这种做法你有没有试过呢？但是它的作用可厉害了，帮助很多人解决了大烦恼，做法简单又实用。那么就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这里咱们准备一个洋葱。洋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且洋葱营养价值丰富，富含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蛋白质、钾、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并且洋葱它的吃法也是挺多的，最常见的就是炒着吃，或者是当做配菜拿来凉拌吃。然而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洋葱的另类吃法。把洋葱表面这一层皮给它撕掉以后，接下来把洋葱的顶部和底部分别都给切除掉。接下来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先往碗中加入一些水，将洋葱淋湿。接下来在洋葱表面给它撒上一些食盐，我们这里用食盐来搓洗洋葱，那样在你切洋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次流眼泪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受得了，咱们直接用清水把洋葱洗一洗就可以了，直到用食盐将整颗洋葱都搓洗上一遍，然后用水冲洗，把洋葱表面的食盐残留冲洗掉就可以了。最后将洋葱从中间切开，一分为二，然后把洋葱切成这样，宽度大约在2公分左右。最后改刀把它切成洋葱片，切出来中间的洋葱片看起来就是菱形，边上的是三角形。切好以后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几颗大红枣，往红枣中加入一勺面粉，最后用你发财的手抓拌，这样就会让每一粒红枣上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可以看见红枣表面凹凸不平，有很多的褶皱，非常的容易藏了灰尘，而用面粉可以很好的将红枣当中的灰尘给吸附出来，因为面粉它的吸附作用是非常的强。直到每一粒红枣上都这样的裹上一层面粉，然后再加入水开始清洗。这里我们只需要把红枣表面的面粉给洗掉就可以了，因为在洗掉面粉的同时，它当中的灰尘也会随之被洗下来。不知道平时你使用红枣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这个方法来清洗呢？虽然说红枣营养价值特别高，但是即便再有营养价值，使用之前也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哦。洗好之后捞出，再次用清水给它洗上一遍就可以了。无论你平时把红枣拿来煮粥、泡水或者是泡酒，我们都要给它洗一洗。最后把红枣放入碗中，这里咱们建议用牙签把红枣上面戳上10个8个小孔，这样有利于红枣当中的成分释放出来。当然了，也可以直接用剪刀给它剪开，或者用菜刀切开也是可以的。最后把切好的洋葱放入锅中，然后把红枣也倒入，
开始往锅中加水，水不要太多，大约在300毫升左右就可以。这里不建议使用自来水，最好用纯净水或者矿泉水。然后将盖子盖上，开大火开始熬煮，先把锅里面烧开，8-9分钟之后就已经烧开，这里关小火，再给它用小火熬煮5分钟左右哦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咱们揭开盖子，当然砂锅它是非常的烫，因为保温性特别强，所以尽量用一块布包起来开锅盖，以免烫伤。打开闻一闻，简直太香了，整个厨房都弥漫着洋葱的香味儿。因为生洋葱闻起来刺激味特别浓，但是熬煮过后或者炒过之后的洋葱它特别的香。可以用勺子盛出里面的汤汁看一看，之前加的清水也已经被熬制成这种颜色，这就说明红枣和洋葱当中的成分已经被熬煮至水中。我们只需要给它盛出，然后倒入杯中或者碗中，盛上满满的一杯就可以了。当然，熬煮过后的食材，如果你没有打算吃，也可以用漏勺给它过滤出来。喝完之后，不建议食材2次熬煮哦，因为当中的成分已经被熬煮出来了。这样一杯洋葱红枣汤就熬煮好了，喝起来甜甜的，还有洋葱的香味，口感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了，不要看这个制作方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。坚持喝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，你知道了洋葱红枣汤它的作用了吗？那么赶紧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吧。如果视频看到这里还有不知道它作用的朋友，那么你赶紧在网上搜一搜吧。当你知道它的作用过后，我相信你也会来熬煮上这样一杯洋葱红枣汤来喝一喝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还不知道这种做法，看完视频过后赶紧分享给他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